美国空军将领并没有因为歼20而失眠，他底气何来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据美国战区专栏报道，美国空军的高级将领并不太担心中国的歼20隐身战斗机，但他们表示，美国空军必须不断地进行现代化改造，才能保持这种状态。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说，他现在不会因为中国不断增长的歼20而失眠，但如果美军自己为现代化和保持其质量优势所做的努力不够，他可能就会这样做。布朗的言论似乎呼应了其太平洋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将军对歼20构成的威胁的评论。布朗和威尔斯巴赫都在空军协会举办的2022年航空航天和网络会议上对歼20进行了评价。威尔斯巴赫称，并不会因为歼20隐身战斗机而感到焦虑，但我会注意它。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随后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中国空军，看看他们的感受，以及中国空军如何运作这些隐身战斗机。威尔斯巴赫称，美国空军评估歼20战斗机的机会有限，但似乎还可以。他补充说，我们最近在太平洋地区和一些歼20进行了一些密切接触，空军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坦率地说，我不太担心这一点。美国太平洋空军的这位指挥官当时首先透露了 F-35A 曾经与中国的歼20有过接触，但他表示对解放军空军在这次情况下所展示的远程指挥和控制能力更感兴趣，对与歼20相关的指挥和控制印象相对深刻。美国空军的将领们还认为，歼20所携带的空对空导弹得到了空警500预警机的帮助，这个更令人担忧。布朗表示，讨论歼20是我作为服务主管所关注的方向，以确保我们继续现代化并带来这种能力。如果我们不进行现代化改造，那么就有可能失眠。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去年在接受国防新闻采访时表示，他几乎完全专注于开发和部署吓唬中国的新先进能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布朗和威尔斯巴赫故意淡化歼20重要性的言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吓唬中国。但问题是，美国空军高层的评价似乎想证明美军仍保持着对歼20的优势。那么，这样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呢？如果对比歼20的主要对手 F-35A、F-35B 和 F-35C 这些隐身战斗机的话，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在飞行速度、机动能力、航程以及导弹的射程方面呢，歼20战斗机都占据优势，而态势感知能力二者水平相当。那么美军目前的优势在哪里？其最大的优势就是装备数量比较多。不仅美国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装备了 F-35系列战斗机，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也在陆续配装这款先进的战斗机。但是仅仅是数量优势就能保证他们能够夺取制空权吗？这可不一定，因为夺取制空权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就技术性能而言，歼20要比 F-35有优势，在空战过程中很可能会取得先敌发现、先敌攻击的优势。此外，我军队打击敌方起降场方面也有优势，无论是固定的机场，还是移动的航空母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只要在中国的周边，那么这些基地，包括陆上基地和海上基地，都难以逃脱被打击的命运。当然，综合作战能力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性能，一个是数量。我们应该承认，现在在数量上，美军还是占优，尤其是在第4代的隐身战斗机方面，美军确实有数量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很快会被抹平，因为中国的歼20现在已经开始投入批量生产，随着装备数量的不断提升，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在隐身战机的
数量方面也会逐渐与美军拉平。美国空军的这些将领现在说不会因为歼20而睡不着觉、失眠，但是未来他们认为不好说了，因为未来装备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的航空工业。再过一段时间，中国的歼20很可能会成为全球装备数量最大的重型隐身战斗机，而且中国还有 FJ-31中型隐身战斗机。虽然该型战机还没有投产，但是一旦投产，其装备数量也不会少，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不断的缩小与美军的数量差距。到那时，美国空军的高层将领恐怕真的要睡不着觉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